刚刚讲还是有2个部分要跟大家提醒。那第一个，真的有时候在我们学习身心灵或学习赛斯的部分，好，有可能我们真的会去把很多东西掩盖下来，好，就仿佛让我们越学越觉得自己应该要很好，好，可能越学越觉得怕丢脸啦，怕没面子啦，怕人家不喜欢我们啦，好，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。好，各位，你一定要定时的回来问自己。就像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你们家多久倒一次垃圾？每天倒吗？而且垃圾车一天是来2次吗？那很多人一直有一个想法说，我已经把我的负面已经清除完了。各位没有，我说一句老实话，负面假设我们说清除的话，永远没有说清除完的那一天。就好像各位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大完便，下一次不用再大了？你撒尤娜娜那一天嘛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自觉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，我们经常会不自觉的累积负向的情绪。其实无时无刻那些负面的情绪是在累积的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，你们真的要养成习惯。好，日记本也好，你要找朋友说也好，好，你要找心灵辅导师。好，你要找心理师都 OK。好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你有没有定期的清除你内在的负面能量？好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精神疾病也好，精神官能症也好，忧郁症也好，其实都是你累积一段时间，你从来没有真的养成处理负向情绪的习惯。各位，请记得这句话：你没有养成处理负向情绪的习惯。而且我说的不是1次2次，我说的是习惯。那一个东西让你养成习惯了，你就不会等它累积到一个浓度了，你生病了才经历了所有这些过程。那开头那句话很简单，我刚刚讲了。其实我的问题大了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好。好，因为过去我们的理性上，我们常常会把问题淡化。各位，好，你们有时候我常讲，你们一听又会跟我们学的赛斯思想好像有抵触了。赛斯思想不是要永远告诉自己我是 OK 的吗？我很棒，我很行吗？各位听懂没有？但是有时候先承认我是不行的，你才能真的再得回能力啦。先承认你是不行的，那叫什么？过程。那叫过程。你永远觉得自己行，那你掩盖了你的脆弱哦，你掩盖了你的无力感哦。当你知道你是癌症的时候，好，当你在那边你住院又不能不打化疗，打了化疗刚讲才打第1剂，2个肾脏肿起来了，还要放这个 double J。好，肾脏的这个引流管子吗？他不放，又担心2个肾脏坏掉、萎缩掉啊，萎缩掉就变要洗肾啦。肾脏坏掉，那洗肾不然怎么办？好，你不打化疗，你等死吗？那你要打又担心肾脏坏掉，他打了化疗又担心起来要上厕所又怕漏针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所以人有时候人是什么？无助的。人是无助的。好，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很多人要，比如说成为基督徒，要受洗，一定要做一个宣誓。宣誓什么？我是脆弱的，我是无助的，我需要上帝的帮忙。各位，好，当我们承认我们是脆弱的，我们是无助的，不代表我们投降哦，不代表我2手一摊。我觉得自己很烂很糟糕，各位不对不对，好，因为现在的人类很可怜，因为每个人都好像很坚强，都很行，可是，在每个人很坚强很行的底下，每个人又真的很无助很脆弱。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？好，比如说家里发生什么事，你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好，比如说假设你感冒了、发烧了，躺在床上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无助，或是如果有些人你们恐慌发作。忧郁发作，
或是你遭遇了一个什么样的困境，你真的在那边会觉得，为什么人那么无助？为什么人那么脆弱？为什么蹦一下跑来一个癌症，卵巢癌第3期，3期末，啊，我不打化疗可不可以？啊，我打了肾脏又坏掉，我怎么办？啊，我接下来水抽掉，瘦了6公斤，我到底能不能活？各位，人的那个无助有没有？人的无助，人的脆弱，像刚后面这个大姐跟大姐的朋友嘛，因为家里曾经也有一个成员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嘛，对不对？那当家里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1次、2次、3次的发作，好，各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回想过，你们生命当中你最无助、最脆弱的那个瞬间？也许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所以人是怎么样？人是如此的脆弱啊，人是如此的无助啊。当我们在病痛当中，当我们在无依无靠当中，宇宙谁能帮助我？谁能帮助我？各位，你明白我现在要表达的含义吗？这就是我在处理我们内在的很脆弱、很无助的那个自己。各位，你们一定每个人在座都碰到过，你们每个人一定都碰到过。比如说，当你的至亲好友，当你的爸爸妈妈躺在那边面临临终的时候，你再怎么舍不得，你救不了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一个父母亲，假设孩子遭遇什么状况，不管是学业、生病还是什么，你要换也换不回来。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，在座的所有的人，我们一定都有很深刻的经验过。那个经验是：我怎么会碰到这个情况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所以生而为人，我们有我们真的很脆弱的那个时刻，很脆弱的那个时刻。是啊，那当你在脆弱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你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比如说像小英目前的状况怎么办？各位，很重要一句话，好，你一定要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，就是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你只要记住这句话。再怎么样的恐慌，再怎么样的当时的痛苦的活不下去，好像今天有个学员也是来挂我的门诊，他就觉得痛苦的活不下去。各位，一定会过去，最糟的情况一定会过去。好，最糟的情况如果没有过去，那就表示会有更糟的情况在后面。但是就算是更糟的情况，也一定会过去。各位，但是仔细听，在我们赛斯心法的学习里面，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终极的保证。就算你在当下觉得你是那么的无助，觉得你是那么的脆弱，觉得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觉得仿佛就是世界末日，你心中还是要有一个信仰，那就是宇宙的力量一样在护持着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很像在讲废话，可是它已经是一种信仰了，各位明白吗？在你最无助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我快死了怎么办？我的家人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到底能不能活？如果死掉可以吗？在你最无助、最脆弱的时候，你心中还是要有一个信仰的声音出来，就是一切都会过去，而且宇宙的爱跟支持真的就在你的身边。